臣妾告退。怎么要走啊？臣妾谈完了，该走了。哦，明日再来吧。臣妾的琵琶并不吸引皇上，不如明日请贵妃娘娘来弹奏吧。唉，你弹琵琶的时候，朕还能安静一会儿；贵妃在，有时朕觉得聒噪得很。你就先回去吧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什么茶，味道如此奇怪？皇后娘娘吩咐了，天气热起来了，给皇上备的是降火的麦冬茶。皇后有心了，既是避暑，给各宫都发放下去吧。那奴才就得问一声内务府了，若是不足，少不得哪个宫里先短着。哪些宫里东西会不足啊？皇上，宫里拜高踩低的人多了，内务府办事儿一向都是紧着得宠的主子们来，其他的难免短些。若是碰上谁失宠了，那就顾不上了。你倒是实诚。奴才也是在奴才堆里混出来的，见惯了失势的人被欺负，不论宫女太监，就连嫔妃们也都一样。一夕得宠，最后被皇帝抛诸脑后，视为羞耻的女子，最为凄凉。白头宫女最凄凉。是啊，所以如意会体会那人的处境，明白朕的心情，才会向朕提出那样的提议。许是因为景仁宫也是如此遭遇，贤妃娘娘有此启笔。李煜啊，明儿一早，朕去慈宁宫请安。这主儿，这一季的衣裳首饰，内务府都没置办，咱们就用以前这些旧的吧。主儿，奴才刚才在外头长街上碰到李煜，他正要去传旨呢。什么事？皇上禀明了太后，要替先帝留下的太妃们加以封赏。说仔细些。皇上从太庙回来后，伤感得很，今日去给太后请安，皇上便说未曾好好尽孝道，太后宽慰了皇上几句，皇上便说要以天下养太后，又增加了寿康宫太妃太嫔们的月银份礼。另外，皇上还想追封先帝已故的嫔妃，一律迁往妃陵，与先帝作伴。这是皇上的孝心，太后自然会答应的。主远见，太后也是这么说的，所以皇上已经下旨，凡是在圆明园和热河行宫伺候过先帝的女子，无论位分，但凡先去了的，一律追封为太嫔，迁入太陵的妃陵陪葬。这是好事儿，你去吧。这小心，皇上真的这么做了。这么多年，皇上一直避讳着自己的身世，可他还不是如常人一般记挂着自己的生母。是啊，有了追封，到底是有了名分，即便不能提生母一事，皇上也是有安慰的。这么多年，我伴着皇上，皇上的心事也是我的心事。现在听到这份旨意，真是高兴。主儿，皇上听了您的劝，您就要复宠了。太后，皇上的旨意传遍了六宫，
您觉着？皇帝说，要后养哀家尽孝，要增添寿康宫那些太妃们的份力，还要追封受过先帝恩眷的嫔妃们。拐着弯儿，不过是为了李金贵的一点死后哀荣。贤妃骤然失宠，怕就是提了追封之事。却不想，皇帝最要脸面，哪肯承认这种丑事？可皇上最终还是听了贤妃的。不管怎样，皇帝永远都不敢名正言顺地提起自己的身世。皇帝要安慰自己的孝心，要尽一点自己的心意，不过是要追封一个太嫔，哀家成全他。可是贤妃，皇上听了贤妃的，怕是要复宠。无论失宠得宠，她总是后宫女人的眼中钉，以后总会有人搓磨为难她。咱们让她得点教训，无需理会。所以说呀，这个贤妃认不清后宫真正的主子是谁，却一味地讨好皇上，失了您的欢心，真是不上算。皇上还是没有来。你问过李煜了吗？问了，他说皇上一如往日，并无异样，他也实在说不出什么缘故。到灵轸门了。是，过了灵轸门就是永和宫，没常在永和宫候着皇上呢。那灵轸门旁边是景仁宫和延禧宫。走吧。